今天这个事情呢，全是因我而惹起，所以呢，在这儿我先向各位说一声抱歉。安迪，我通过各种线索，帮助何云礼老先生找到了你，你是他唯一的亲生外孙女。何老先生呢，得知此事以后，由于激动，导致了中风。日前抢救无效，去世了。临终前，老先生立下了一份遗嘱，要将他名下所属的所有遗产，全部交由安迪。我是这份遗嘱的执行人。我今天呢，在这儿就向安迪传达，你要做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决定。作为赡养何云礼老先生的人，我对遗嘱的真伪提出异议。支持异议。在权威机构及当事人在场的情况下，我同意取样，做 DNA 比对。根据1985年4月10日公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》，只要遗嘱经过公证，遗嘱在先决条件下，经过 DNA 鉴定真伪，证实遗嘱是否表达了遗嘱人的真实意愿，是否在欺骗下立下遗嘱。一旦经过证实，倘若遗嘱无效，那么这件事情与我彻底无关，你们也就不用再叫什么狐狸精、外孙女之类的话了。倘若遗嘱有效，那彻底与你们无关。那我就不明白了，怎么一开始你不答应啊？现在为什么又答应呢？因为你早晚会再另起一份诉讼，把我列为当事人。这个遗嘱的官司打多久，你就会一直喊我狐狸精多久，你累我也累。而且我也是看重名誉的人，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尽快的找到一个司法认可的鉴定机构，我们再约时间，所有人到场，一次性解决。也拜托你们不要再来找我了。何老先生的在天之灵呢，一定很愿意看到他的这份遗产能够如愿的移交到合适人的手上。我看这件事情就这样解决吧。今天晚上我请各位呢吃顿饭，感谢一下各位为这件事情奔跑了一趟，好吧？魏国强，你站住！你刚才说要把遗产交给合适的人，你指的谁呀？我如果没有找到安迪这儿来，你是不是打算假装遗嘱已经传达，在安迪不知情的情况下，你就顺理成章把遗产拿走了？这是你一开始的如意算盘，对不对？这是题外话，你也可以提交法庭解决。既然安迪已经同意了接受你提出的 DNA 见证，那么今天这个事情不就圆满解决了吗？我看大家都可以离开了，不要在人家公司里边再捣乱了。你别走，霍老，你说两句话呀。行了，事情不是已经都说清楚了吗？不好意思，晚饭我有约了。我看大家也都有事情，不如就先散了吧。你说呢，霍老？谭总说的对，我也是这个意思。你和尊夫人，你们这个事儿啊，关起门来好好的解决，何必这样添乱呢？我们今天也不在这儿给你们添乱了，先走一步，等忙完了这阵儿，我们再约吧。刘律师，送一下。走好。安迪，你怎么可以答应去做 DNA 呢？你这不是在揭自己老底吗？你看魏太的架势，我不做他能放过我吗？可是 DNA 结果肯定无误，你必将单独继承这笔遗产。魏太原本对一半遗产志在必得，你觉得他会甘心吗？其实我刚才临时抱佛脚，看了一下国内的继承法，
他作为赡养人，是可以对遗嘱提出异议的。他甚至可以提出遗嘱涉嫌欺诈的控诉，指控我跟魏国强联合起来欺骗何老，冒充何老的血亲。根据国内的民事诉讼法，谁主张，谁举证。他能够提出的证人证词，都能够证明我之前跟何老无任何的瓜葛。还有我更担心的就是，如果他当年指证我的身世很有可能被曝光。DNA 鉴定只能够证明我跟何老的血缘关系，我不是冒充的，并不能证明什么。而且刚才你也看到了，魏国强并没有承认我跟他的关系，只是点名我跟何老的关系。所以，我还心存侥幸。两害相权取其轻，说得不错。那接下来怎么办？一起去吃饭？你真的要好好请我吃顿饭，安抚一下我现在的心情。可能你还要开车送我回去，因为我现在的状态好像真的开不了车。已经蛮好的了。刚开始我还担心你会情绪失控，现在看来有长进。对哦，我刚才居然紧张的忘了喝水，难怪我渴得要死。走了。这什么呀？水瓶叫水瓶，你怎么会喜欢这种东西呀？啊！曲潇潇，你难道忘了上次的教训了吗？你难道好想让赵医生看清你，找借口跟你分手？啊哈哈！啊！哦！安迪，快救救我呀！明天晚上赵医生要带我去听古典乐，我怕露怯，正在上网狂查呢。可是网上的资料都不写人话，我根本都看不懂。你懂不懂交响乐呀？啊，老赵他说的天花乱坠的，有没有那么夸张？古典乐，我了解一点，但是并不专业，应该不及赵医生。不过你有什么疑问的话，我也可以尽力回答。又是那个无法无天的小朋友。你是不是还担心，如果这个官司真的打起来，狐狸精的名声传出去，对你不好？我倒不担心这个，我更担心那个魏太太，一个人财两空又离婚的女人，可能什么极端的事情都做得出来。你看她今天的架势，好像什么都敢做。看来我是要遭池鱼之灾了。这个魏国强，自从他找到我就麻烦不断。我还在想一个问题，这个魏国强到底打的什么算盘？他那样一个人，
把全部的财产都转移给你，他难道不心疼吗？本来就不是他的，他只是遵照遗嘱吧。可是你跟他只有血缘，没有亲情。而且我听说，有的人为了取悦他，专门高价购入了何老的画作。应该讲，何老的财产有一半是他的。而且他现在也算是年富力强，他真的会心甘情愿把大额的财产都归到你的名下，只是为了对你做出补偿？反正我不太相信。还有，像他那样一个人大张旗鼓的去打离婚官司，也不正常。难道真的像那个魏太太说的，魏国强原本是想独吞这些遗产，我只是被他利用了。他百密一疏，但是没有想到这个魏太太能够找到我，也是一种可能。总之，疑窦丛生，你小心为上。要真是这样的话，我一口吞掉这些遗产，1毛钱都不留给他。边走边看吧，我会替你留意着，你只管好好打理工作。为什么觉得这件事情继续走下去，有点像一个不可测的黑洞？关于遗产的事情，魏国强为什么事先不跟我沟通？这更像是他自己精心设计的一个陷阱。可他把我拖进这个陷阱又是为什么呢？这件事情的确是有些离奇，为今之计，凡事多留心吧。谭宗明的话让安迪越发困扰，他不明白魏国强的用意何在，更不明白何云礼为什么要把巨额财产留给自己。是补偿吗？不需要。是愧疚吗？更无意义。辜负了的已经注定辜负，他不可能代替母亲原谅这一切，更不愿跟魏国强有任何瓜葛。可即使如此，也不能任由魏国强利用自己。喂，这个周末你有时间吗？有事吗？ DNA 鉴定，咱们就把时间定在周6上午9点。我已经跟北京的一家鉴定机构联系好了，绝对权威。你提前安排一下。说吧，你究竟什么意图？安迪，你不要把我想得太糟糕。对你母亲而言呢，我确实很糟糕。但是对你不是，我还有挽回的机会。该属于你的东西，它就应该属于你。这也是何老先生的遗愿。他临终前说，他愧对你，他不敢见你。这种故事，如果遗产只有几百万，我信。但是能够让魏太太如此疯狂的遗产，我不信你会圣人到1分钱都不在乎。我希望你能够在鉴定 DNA 之前，准备好一份我能够接受的、有逻辑、有实证的说辞。我可以给你30分钟面谈的时间，否则我会让你领教我1天之内处理完这些遗产的能力，让任何人都得不到1分钱好处，包括我自己。好，我谢谢你有接近冷血的理智，这大概是你从事这项工作的基本功。
会跟你单独约谈的，我没这时间。而且我现在呢，正处在离婚的敏感期，也不方便。但是安迪，我请你相信，这份遗产我会一分都不占你。事情结束后，我也不会向你讨还。你尽管大胆放心的使用，因为它毕竟是属于你应得的补偿。我不接受糊涂账。不要意气用事。樊姐和莹莹现在都挺头疼小曲的。昨天小曲碰到莹莹的新男朋友了，还扬言要调查她，搞得莹莹心神不宁的，生怕重蹈了白主管的覆辙。小曲这人就是这样啊，他以为他自己好心能够办好事儿，有的时候未必是这样。是呀，有的时候我就想提醒他，不要总是得罪人。可想想吧，他再怎么样，也没有戏弄到我的头上来。这万一我一多嘴，他再玩到我头上来，那我不就完蛋了？我肯定不是他的对手。这鲶鱼对卖鱼的是好事儿，可对一群想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来说，可真的是烦人死了。可有的时候，鲶鱼对于醉生梦死的人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啊，只是过程比较痛苦。管他呢，都是成年人了，走吧。可能是我涵养还不够吧，有的时候挺看不下去的。等一下！Candy 被我带坏了。小姐刚才那表情我从来都没有见到过，怪不得她一直都害怕呢。其实这种玩笑我只敢跟小曲开，樊小妹我就不敢了。完了，小曲她兴师问罪了。臭 Andy， 你故意摆我一道是不是啊？臭关关，你在旁边看好戏是不是啊？我都能想象得出你那副幸灾乐祸的嘴脸。好玩你，你给我等着啊，咱走瞧。你看，他就够嘴硬，心里不当真的。还真是。那这样吧，我回去也跟莹莹说说，让她心里别担心了。小曲肯定是觉得好玩，肯定不至于对她动手，对吧？当然。我们收购他们就是看中他们的品牌和技术能力。如果他们的核心团队不能留下来的话，这次收购就没什么意义。所以不能因为人员安置、薪资这些问题而影响大局，好吗？你跟他们说一下。好，这就去传达。老谭，一起吃个饭吧。今天早上我接到魏国强电话了，不管我怎么说，他一口咬定这笔遗产是用来补偿我。你怎么想？我觉得很奇怪，我也不想相信。我打算拒绝接收这笔遗产。昨天晚上可还说一分都不留下。我昨天真的是被那个魏太太给气到了，急火攻心一根筋吧。但是我回头想一想，接收这笔遗产就等于接收一个烫手山芋，很有可能我的身世都会被牵扯出来。你是担心接受了这份遗产，魏太会对你怀恨在心？这个女人一看，她的路数就很多，谁知道她将来还能查出什么来？而且接收这笔遗产，就像是接收了一个不定时的炸弹，未来麻烦的事情会很多。再加上我的身世，本来魏国强就最清楚了，
如果有一天他要是反悔了，再拿这件事情来威胁我，我不还是照常要吐出来？你觉得魏国强会做出这种出尔反尔的事情？谁知道，像他这种始乱终弃的人，有什么事情是他做不出来的？Hello， 是我，我是要跟你亲口确认一下。周六早上9点，鉴定中心碰头。哦，是吗？我希望某些人没有误导我。魏国强已经跟我说过了，我问的是你敢不敢来？你要给我一个确信。你最好调整好你的态度再来跟我说话。魏太，这种人真是太没素养了，亏得我刚才还说我要放弃遗产。安迪啊，我不支持你放弃遗产，这本来就是你应得的。如果你不要的话，那么这笔巨款就将会落在这对夫妻的手上，你甘心吗？何况，如果他们另有居心，即使你不接受这份遗产，他们也会把你的老底给翻出来，对吗？对，所以我更就不能便宜了这对夫妻。看他们有什么花招，大不了我带着这个遗产和我弟弟一起回到美国，他们还能找到我吗？没错，不要被他们影响了心情。吃饭。怎么没开车啊？故意的，天天开车接送你，总得给你一次接送我的机会吧？你是我的堂长老吗？你不怕吃我在公共场合跟你秀恩爱啦？啊，老赵，你可以啊，这一脸春色的啊。行了，别耽误人家好事了啊！公开秀恩爱，你们就虐我单身狗吧。回见啊！走。这什么意思啊？难不成你是在学狗狗在自己领地撒尿做记号吗？你是我的，以后呢，你就是限制行为能力人，对不起。行为能力的人，限制行为能力的人，那不是精神病人吗？啊！你个家长，你打我！你错了没有？我错了，我错。干嘛？去听你心心念念的音乐会，交响乐哦。哎呦，不错啊，品味越来越高了你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的对，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就是你怎样都很好。乖，走。
第一次听这样的音乐会吧？感觉怎么样？谁说我是第一次听啊？这个乐团我是第一次听，但是以前呢，我听过波士顿交响乐，还有克里兰夫的交响乐，都很不错哟。哦，那有什么不同的感觉吗？今天这个吧，它的美国风格更明显一些，音乐更鲜明生动。那克里兰夫呢？克里兰夫吧，他们的表演更细腻一点，然后呢，合奏更完美一些。笑什么呀？亲爱的，你真的不必这样。我怎么啦？就许你喜欢古典乐，就不喜欢人家有观后感呀？其实我知道你呢是提前上网搜过的，连剧名都记错，那叫克利夫兰，不叫克里兰夫。你是不是一直都在看我笑话？好呀，你嘴上说不嫌弃我，但是心里早就认定我是个草包了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啊？其实呢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。你不必在我面前伪装什么，做你自己就好，啊？走。公关，嗨，小曲，公关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好巧啊！哎，这赵医生也在这儿。陪他。谁陪谁还不知道呢。你要不是为了陪他，我怎么可能跑到这种地方来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难不成你也喜欢古典乐？我特别喜欢古典乐，平衡又规整，有一种庄严的美感。而且这个乐团难得来上海。原来上大学的时候我没钱买票，现在上班了可以买票支持自己喜欢的乐团，我就算加班也赶过来了。哎，没错，古典乐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平衡与和谐。我也是提前好久就买了票，以前呢老是听唱片，但是效果真的跟现场没法比。谢谢你们俩，今天送我回家。不客气，早点休息。干嘛？不就是多读2本书吗？居然敢公然说我是草包！滚！真让我走啊？好不容易我们有空约会一下，门都不进就让我走，岂不是太可惜？滚！那我可真走了。可走，只能在这爱我的眼。那好，那我真走了。走。晚安。走啊！你是狗啊！关关，你看都没有。看见了。你怎么回事啊？我都快烦死了。你说我怎么会这么爱这个混账王八蛋呢？我不就是少看1本书吗？怎么在意成这样啊？我是怕我自己配不上他。为什么呀？你说为什么呀？像他这样的人，不知道有多少女孩为之疯狂。你应该高兴他眼里有你。他眼里有我？凭什么呀？他凭什么呀？关关，你也见过他好多次了吧？你喜欢他吗？我对他不是很了解，谈不上喜欢不喜欢。你看，
哼，他也不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啊，我怎么会偏偏栽在他手里啊？让他多考几天吧，过2天再去找他。啊，困死了！这什么音乐会吧，简直比安眠药还管用。哎呀，我不说了，回去睡觉了，明天早上还要见客户呢。晚安。关雎尔无法认同曲筱绡的态度，却又佩服她的洒脱坦率。为什么曲筱绡这么有勇气，她却什么都做不出来？眼下安迪也走出了失恋阴影，只有他还站在原地，裹足不前。他忘不了赵医生，也不愿为了恋爱而恋爱。他走上社会，才刚刚步入工作的正轨，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去尝试，还有很多人没有遇见。过好眼前的生活，或早或晚，总会有一个人只为了自己而出现。我跟2315的女士有约，请问她起床了吗？哦，这个嘛，客人如果不在的话，应该是在自助餐厅吃早餐呢。这么早？哎，请问一下，餐厅在几层呀？您坐电梯下去，3楼东侧就是了。哦，谢谢啊，不客气。现在很多中产阶级和豪富阶层，他们的理财观念也发生了转变，由原本的激进投资和财富快速积累，也慢慢转向了稳健保守投资、财务安全和综合理财这些方面。来看一看啊，理财观念的转变。所以说，我们做一个理财师啊，特别是一个优秀的理财师。喂，小凡，我老陈啊，今年的年终奖金发下来了，你收到了没有？我还没来得及查呢，谢谢陈总通知我。哦，好，没事。那小凡，给你打这个电话呢，最主要想跟你聊一下辞职方面的事儿。你看啊，你和那个公司合作了那么久，这一下辞职也挺可惜的，是吧？那俗话也说得好，做生不如做熟。那我想，如果在各方面条件啊、待遇都差不多的前提下，还是不要辞了，是吧？我呢就当做没收到你这份辞职信。哦，对了，将来如果工作上有什么意见和建议的话，咱们可以私下里沟通嘛。怎么会有意见呢？没有，这些年多亏了领导关心，我在公司才一直这么开心，这么顺利。只是我家里最近出了点事儿，我爸瘫在床上，需要我回去处理。没办法，
家里就我这么一个得力的人，我也不忍心看我妈一个人操劳。但是我总不能老跟公司请假呀。是啊，这父母啊，以前都是为了孩子们，现在孩子们该顶上了。提前人到中年了，这下面还没小呢，上面就老了老病了病，需要人照顾。我这也没办法，我真的是不想辞职，可是这迫不得已嘛。小凡，既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，那么我也不勉强你了。但是公司的规章制度你也很清楚，如果你要辞职的话，必须提早1个月提出申请。第二条，如果你真的离开了公司，公司将来不会再接受你的，你明白吗？陈总，你帮帮忙吧，好吗？你就让我回家吧。我说我妈一个人照顾一个几乎都变成植物人的爸爸。我春天回家的时候，跟我妈2个人照顾，都累得喘不过气。这我怎么忍心我妈一个人啊？行，这样。小凡啊，既然你们都这样说了，我都不好再说什么了。这样吧，你这2天来公司一次，把离职的手续办一下。然后这个月还有头10天的工资，你都一块拿了，就当做公司的一点心意，好吧？谢谢陈总，谢谢。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你好，徐工，打扰你吃早餐了。我是之前跟你联系过的小曲。哦，你就是小曲啊！哎呦，这么年轻啊，难怪你一直让我叫你小曲。大家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嗨，您好，打扰一下，请问您要喝点什么吗？咖啡加奶，谢谢。好的，稍等。哎呦，今天早上本来起个大早的，但是没有想到我们家门口那个路口它居然堵车了，3辆车连环追尾啊！哎呀，真的是倒霉死了，耽误我不少时间呢。我是不是迟到了一会儿呀？啊，大家不好意思啊，又不是什么要紧事儿。你们年轻人啊，喜欢晚睡晚起，能早上这个时间跟我们吃饭已经很不错了。小曲，你这么年轻就支撑一家自己的公司，父母有帮忙吗？父母有帮一点忙，他们资金上支持我，但是 GI 品牌的国内代理是由我一手拿下来的。我去年刚留学回来，操作的第一件事情呢，就是跟卖商谈判。目前为止的 GI 项目的国内代理是由我全权操作的，但是有些时候还是有点生疏。哎呦，真看不出，你这么年轻都留学回来了，而且还自己当了老板。哪里？哎呀，你说这人也还这么漂亮，你让我们这些中年人情何以堪啊？哪有，徐工，你实在是太谦虚了。您不知道你到底看上去多年轻啊！说我们是同龄人都有人信呢，对不对？小曲是在哪个国家留学啊？哦，我在美国留学，读完高中就过去了。Okay, you stayed in America for a long time. Which university did you go? 爱笑的眼睛，要哭过才更鲜活，更加有自信的闪烁，是真的我。爱闹的屏蔽。